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现在这个世界正在分崩离析，资本主义全球化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困境。现在整个世界正在分为不同的阵营，一个邪恶轴心正在形成，那就是以中国、俄罗斯为首的，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小国家，当然其中也包括非常重要的阿拉伯国家，比如伊朗。这些国家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从经贸到外交、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在集结，来应对现在以这个美国为首的欧美自由世界。他们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的秩序，来替代二战之后由美国所建立起的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秩序。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全球经济开始受到严重的冲击、动荡、供应链的危机，甚至在各地爆发严重的军事冲突，包括俄乌战争，包括现在的以巴战争，甚至未来可能还会出现的朝鲜半岛的战争以及台海战争。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安宁，我们必须要为此做好准备。不光是在中国的人要为未来的那种乱世的到来做好准备，之前我做了好几期节目来讲到这个事情。那么其实在生活在海外的人，包括在这些欧美自由世界的人，我们也同样的要做好准备，因为这种冲击是全球的冲击。虽然我们所生活的这些地方可能司法公正、政府廉洁、秩序井然，经济政治制度都比较成熟，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同样会受到冲击。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看看最新的国际动向，是不是正在朝这个方向在往前走。昨天我就上传了一个影片，是加拿大的军机遭到中共歼十战斗机的骚扰挑衅，加拿大侦察机上面的加拿大记者全程都拍到了。为什么加拿大的飞机会带着记者去呢？因为他们在执行一个联合国决议所通过的一个行动，叫霓虹行动，专门针对朝鲜的制裁。因为朝鲜搞核武器，违背国际规则，挑战国际秩序，加拿大就其中负责一部分，就是监控在南海地区走私石油的船只。加拿大这个侦察机还确实发现了可疑的船只，它随时在进行高空监控，随时汇报给联合国，对吧？汇报给国际社会。所以说加拿大在执行一个国际任务，所以他带了2个记者来一起来见证这个加拿大在履行国际职责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居然遇到了中共军机的阻拦和骚扰。那中共军机不仅是伴飞，没这么简单啊！大家看到当时那个影片，它是距离这个加拿大军机最近竟然只有5米距离，在高速行驶的2架飞机距离5米距离，这是多么危险的动作！这种高空危险拦截的动作持续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中共的军机不仅配备了空对空的导弹，它还在这个加拿大军机周边来回的飞行啊。那么甚至还发射多名照明弹来干扰这个加拿大的飞机，这是赤裸裸的流氓行为，也是在破坏联合国行动。而中国还居然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呢，投票当中也没有投反对票啊，因为他有1票否决权，你没有反对通过之后，结果你却用实际行动在阻拦这种做法。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你们现在侵略了我的领空，这就很搞笑了。加拿大的军机带着记者侵略到中国的领空，这不是有毛病吗？对吧？侵略应该是偷偷摸摸做的，是不是？不是带着记者就全都拍到了。加拿大的军机很明显是在国际水域执行国际任务。加拿大国防部长后来就说，中国的做法是危险、鲁莽、不专业。那么其实他阻拦对朝鲜的禁运这件事情只是一部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要声张自己的主权。大家都知道，中国对南海主权的声索是有个9段线，整个南海基本上都被包围进去。所以说当加拿大的军机飞越南海的时候，中国就说你侵略我的领空。如果这是属于中国的领空的话，那就说明南海是中国的领海。可是国际社会从来没有承认过中国的这个9段线的南海的主张，这是完全是中国单方面画出来的。很多国家对南海的这个中国主张是有质疑和反对的，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国际秩序所要求的是这个地区不承认任何把这个整片区域全部划归自己的主张。中国就是嘛，所有地方都是我的，那美国反对啊，但是美国又不说这个地方到底具体是谁的，他不介入，他只是要求这个地区是开放的，是自由航行的，
谁都不能单方面的去霸占所有的地方。而中国随着自己的国力越来越强这国力越来越强，不代表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好，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不代表这个代表这个国家的体制或者说它的集权程度越来越深，所以它必须要有所展示。那么在遇到外国的军机过来的时候，他就要去拦截，他就要证明这是我的领海，我现在越来越有实力去实现我的领土领海要求，这等于是对现存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挑战。那么好，中国人肯定是被蒙蔽的，这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媒体的报道完全指责加拿大政府，说加拿大是在贼喊捉贼。观察者网引述了加拿大的媒体报道，然后他倒打一耙说加拿大军机碰瓷我国的行为。我国防部有过多次回应，说加拿大碰瓷中国，这太搞笑了。加拿大在执行联合国任务，跟你中国一点关系没有。你的中国军机过来去骚扰、去拦截，到底是谁碰瓷谁啊？甚至标题就写了加拿大炒作中国军机向我发射干扰弹。加拿大的媒体如实报道发生了什么，一五一十把这事情讲出来，就变成炒作了。你到底有没有发射干扰弹，对不对？你发射就发射了，没发射就没发射，什么叫做炒作？所以我觉得他们才是在故意炒作这个事情。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加拿大，就像中国什么事情发生了，一切责任在美方。好了，现在是一切责任在加方。总之，中国没有任何责任。这些党媒官媒的说法，也只有中国的那些粉红相信。但不管怎么样，这种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难免就会出现擦枪走火的现象，就像之前中美撞击事件一样。这是之前我一直在强调的，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只不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比方说，美国就在这2天也公布了一个照片，也是中国战斗机去干扰美国侦察机。接近了大概9米距离。美国国防部说，2021年秋天以来，情况明显增加。过去2年，这类事情多达180多起，超过前10年的总和。如果连同美国的盟友与伙伴都算上的话，类似案件已经高达近300起。那中国的理由是，你们执行联合国任务是借口。你们实际上是在侦察我，并不是真的执行联合国的这个任务。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加拿大军机来是为了侦察中国，而不是去执行联合国的任务呢？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一点呢？对吧？如果你觉得这是事实的话，可以把证据摆出来。中国也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他就想把别人污名化，说我们的这种越来越强硬的姿态是你们侦察我，亡我之心不死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欺压我，我是一种反抗，用这种方式来激起中国人的民族仇恨。那么话说回来，就算是美国、加拿大在侦察中国，确实也不是说没有侦察过，为什么就不可以呢？他们在国际水域的上空，在公海去进行这种侦察，这是非常普遍的行为，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所有国家都会做的事情。中国难道没有侦察过日本吗？对吧？你同样也在这么做吗？大家都在这么做，为什么你不允许别人这么做？或者说你一定要把别人污名化，甚至用这种高危的动作去进行挑衅？你哪怕像过去一样，你就半飞就好了，这是一个默契，这是国与国之间的默契。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挑衅，是张牙舞爪，是危险动作，那绝对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了。而欧美国家，我相信他们该怎么做还会怎么做，不会被中国的挑衅所吓到。那最后双方一定会碰到之后就发生严重的外交危机甚至是军事冲突。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说求人得人。中国既然现在朝着世界公敌的方向飞奔，它必然有一天就会达到，到时候也怨不了别人。那么除了在军事上面越来越嚣张以外，在其他方面他们也在加紧的对西方国家进行渗透。英国军情五处的负责人最近表示说，现在他们统计已经有超过2万名英国人在网上都遇到了中国间谍的招募。现在他们看到的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持续动作。中国特工通过领英等职业网站接触了2万多名英国人，试图培养他们提供敏感的信息。美国的 FBI 他们也说，现在已经有超过2000项跟中国有关系的商业的秘密调查，他们甚至一度每12个小时就展开一项新的调查，都是关于中国的，就是中国盗取高科技、盗取知识产权的这些案件。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渗透跟盗取是多么的普遍，完全是大撒网。除此以外，除了美国、英国，还有澳大利亚，他们也最近说，就在不久前驱逐了一名中国公民，把他驱逐出境，因为他试图渗透到澳大利亚一家研究机构当中。如果这些国家都被渗透成这个样子，台湾呢？可想而知，对吧？所以说台湾还不加把劲儿，还不去进行这种反渗透反间谍这全面的行动，我觉得再不做就来不及了。那么好了，既然中国经济现在陷入到困境当中，中国社会也是抱怨连天，为什么中国政府还要敢这么做，而且是更加的咄咄逼人呢？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刚才我其实提到过的，他现在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有很多的伙伴在支持中国，其中就包括最重要的俄罗斯。就在这2天，就在以巴战争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京。这次他是出席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除他以外，还有其他的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基本都是亚非拉国家。英国 BBC 的报道说，习近平利用“一带一路”论坛声援盟友普京。他们双方一共谈了3个小时，而且俄罗斯方面之前就讲了，普京还会跟习近平进行单独的密谈。2大独裁者进行密谈啊，可想而知，有些事情是不能说出来的。那自然就是2个国家在哪些方面共同的对付美国，共同的挑战国际秩序，建立自己的一个邪恶轴心。而在公开场合呢，普京非常知道习近平想要什么。他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就对习近平赞口不绝，说他是世界公认的领导人之一，而且说他会对形势进行分析评估，着眼未来，做出长远考虑。这跟我们称之的临时工的人有很大的区别。临时工只来5分钟，在国际舞台上秀一番，然后消失的无影无踪。而习近平主席则是另外一种人。这里面有2点值得分析，就是说习近平他能够对未来有一个规划，不是只看现在。那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一点很好理解，就是中国在这次俄乌战争当中的定位就是很清楚的，他一定要帮助俄罗斯，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因为这是从长远角度来看，按照普京的话说，长远来讲，中国一定是跟美国有这种冲突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所以他绝对不能抛弃俄罗斯，在这个立场上一定要不可能完全倒向西方啊，这就是普京说的看长远。如果看眼前，那当然不能得罪欧美世界了，对吧？毕竟中国现在还严重的依赖这个国际秩序，依赖这个全球化。所以说，按说中国是应该站在国际社会去谴责俄罗斯的，但他没有这么做。就是因为他不是看眼前的利益，而是看长远的，如何的跟俄罗斯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对抗欧美。所以普京就在夸他嘛，你看的是长远的，跟我们的合作是符合中国长期的利益的，而没有因为短期的经济效益而站在西方这边。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讲的说，习近平不是临时工，临时工指的就是那些有任期制的人，他们任期到了自然就得走人，因为本国的民主制度对他们是有制约的。但是习近平没有，普京也没有，所以他们跟那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当然是不一样的。普京还觉得这个很骄傲，而习近平甚至比普京还过分啊，直接把这个宪法都修改了，明显就是要搞终身制。所以普京在赞扬他嘛，跟我们一样搞终身制。但是他不想想，你这种终身制是不是一种权力的腐败？中国最大的腐败不是在这些地方官员，是在中央，是在习近平身上。所以今天很多中国人喜欢支持习近平，反对那些贪官污吏，这种反对腐败只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反对腐败。真正反对腐败的是权力的腐败，是为什么有人能够长期的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不能被挑战的权利，而人民为什么被剥夺了监督的权利、选票的权利，这才是最大的腐败，而不只是那些贪财好色的问题。总之，普京对习近平的赞美一定让习近平乐开了花，他就需要这个。他现在就需要俄罗斯对中国的全力支持，当然还拉上伊朗、委内瑞拉、叙利亚这什么白俄罗斯、什么朝鲜这些国家都拉上。我们看数据就知道了，中俄2国的这个贸易在今年的前9个月比过去增长了30%。2023年的商贸总额预计将打破去年的1900亿美元的记录。而且俄罗斯现在超过1/3的石油目前都出口到中国，所以可以看到双方在经贸上面、在地缘政治上面、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这种合作是不断在加深的。这也为什么所谓的人类共同体，其实它的本质就是独裁国家共同体，由中国、俄罗斯来带头，把所有反对欧美秩序的那些国家、那些独裁者全部拉拢过来。你说他们对抗美国的时候，能不在中东给美国找点事儿吗？哈马斯背后到底是谁支持，已经再清楚不过了。总之，这种新冷战的冲突对立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甚至未来还会爆发更多的战争。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并且做好全面的心理准备。好，这期节目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来支持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